爸爸，爸爸，你是谁家小孩啊？啊？陈宇，他是小宝，以后啊就是你的亲儿子了。万强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都已经那什么了，哪来的儿子呀？你结扎了，我又没结扎。什么意思呀？小宝啊，是我和启明试管生的儿子。我希望呢，你能对他视如己出，把陈氏集团的继承人改为小宝，并且啊，给我们小宝办一场认亲宴，一切都要按照最高规格来，让外界啊都知道我们小宝的身份。等等，他是你和周启明生的孩子，苏万强，你保证我和他只是过去式？我和启明是青梅竹马，我们只是试管生个儿子，又真没干什么，你怎么这么计较啊？我计较？苏万强，当初是你说怕生孩子疼，怕生才走样，逼着我去做了结扎手术。这10年来，我对你有求必应，拼了命把公司做到上市，给你最好的生活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陈宇，你当着孩子的面吵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周家就启明一个独苗，我总不能让周家绝后吧？那我呢？我为你结扎又算什么？那是你自愿的，我又没逼你。再说了，医生都说了，你这些年为了公司把身体都熬坏了，就算不结扎，也很难有孩子了。启明要不是家道中落，轮得着你捡这个便宜吗？我捡便宜？是啊，你收养了小宝，至少以后老了还有人给你养老送终。要不然你就是一个断子绝孙的孤家寡人。你应该感谢启明愿意把孩子让给你养啊。苏万强，你让我感谢一个用你肚子生孩子来图谋我家产的男人，你脑子没进水吧？我这是在给你一个做父亲的机会，也是在给陈家留后，你别不识好歹呀你！所以你今天来就是我是在给你讲道理。要么你就把小宝立为陈氏集团的继承人，风光大办一场认亲宴，我们还能接着过；要么咱们2个就离婚。作为你的妻子，我至少可以分走你一半的家产，小宝和启明也会过得很好。到时候你陈宇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不许碰我妈妈！妈妈，我讨厌她。小宝乖，妈妈这就带你去买最新的玩具车。认亲宴的事，你最好今天就给我答复，别耽误我们小宝的时间。走。苏万强，你真吃定了我不敢跟你离婚是吗？那你可就大错特错。立刻启动最高权限，向全球公开我的 DNA 数据，动用所有资源，将我10年前捐精生下的所有孩子全都找回来。万强，嫁给我吧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不过我有个要求，我这个人呢比较慢热，而且不喜欢小孩子。你要是想娶我，就必须得结扎。小雨，不管娶谁，妈都没意见，可你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就断了我们老陈家的香火呀！妈，我真的很爱万强，我相信她是值得我付出的女人。你爸临走前唯一的遗愿，就是希望你结婚生子，生儿育女。可现在看来，是我对不起你爸呀！小明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越长越好了。来，叫姑奶奶。姑奶奶，哎，红包。谢谢姑奶。你看这孩子长得真可爱。小雨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真不考虑要一个孩子？是啊，哥，
你不最喜欢小孩了吗？你就算不为自己的以后打算，也要想想你妈，她一把年纪了，就想抱一个孙子。你们吃吧。婉强，婉强，放开！他们什么意思呀？明明知道我不想生，还说这种话。陈宇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生孩子的。你再逼我，我们就离婚。好，不生啊，不生。再说了，我哪舍得让你受罪啊？啊！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甚至为你放弃了做父亲的权利。如今我事业做起来了，你却带着别人的孩子，理直气壮地让我拱手相让，可能吗？陈总，通过全球数据库筛选，已初步确认3名儿童的身份信息：天天10岁，男孩，母亲是华国女星，单身；乐乐10岁，女孩，母亲是华国科研院院士，单身；凯凯10岁，母亲执掌华国10大龙头企，单身。确认过程有没有遗漏？陈总放心，所有的数据都通过3次验证，绝对不会有错误。很好，这件事情交给你全权负责。陈总，你的手……没事儿，联系他们说明情况，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带着孩子跟我相认，费用方面我全部承担。是。把海城最好的宴会厅定下来，我要举办一场认亲宴。婉强，你说陈宇那废物真能把公司给调包吗？那当然了，他跟你不一样，他生不了孩子，不把公司给咱们调保，还能给谁？那么凶，我才不要被他领养呢！小宝乖，陈宇啊，他就是嘴硬心软，他现在不吭声，肯定是在琢磨着怎么给你安排名分呢。陈氏集团总裁官宣认亲宴，选址海城大酒店，一位继承人落地铺路。你看，我就说这陈宇他不敢不低头吧。哎呀，这认亲宴不是给我们小宝办的，还能是给谁呀？这酒店布置可千万不能马虎，万一布置出个廉价的样子，丢的可是我们小宝的脸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去盯着，一切都得按照最高的规格来，千万不能让这陈宇糊弄事儿。好，那我们一起过去。陈总，这是提前到场的合作方名单，还有几个海城的权贵。宴会办得仓促，一定要交代好的。好，陈总您放心。哎，这都怎么回事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这么乱呀？陈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你要领养小宝进门，总不能这么敷衍吧？我刚看了一下，你用的这些都是国产最廉价的玫瑰。你说在认亲宴这么重大的场合上，你用这些东西，不得让人笑掉大牙吧？先生，这是肯尼尔进口的 A 级香槟玫瑰，光是1支的价格就要……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想当我的爸爸？我才不要你这种没用的爸爸！小宝说的对，陈宇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有没有把小宝认亲宴放在心上？你不清楚自己什么情况了？你今天要是惹启明和小宝不高兴了，这认亲宴的事儿黄了，到时候等你老了，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，你哭都没地方哭。我妈说了，你天天熬夜应酬，肝不好，肾也虚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。坐下了，是谁告诉你我要领养这个孩子了？妈妈，他凶我，我不要让他当我爸爸了。小宝乖，不哭啊！陈宇，你一个结了扎生不了的废人，你能领养小宝给你当继承人，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这可是清代的重金乡玛瑙长命锁，这古董玩意儿要放在以前，那都是王公贵族所用的呀，价值至少3000万。那个是伊丽莎白女王用过的纯金餐具吗？我之前在欧洲展会上见到过，市价最少800万，没想到竟然到了陈总手里。还有那个翡翠平安扣，那可是老坑的玻璃种啊，现在都是有市无价。怎么样，可以吧？陈宇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拿这种廉价的东西来糊弄人啊？
我看你就根本没有把领养小宝的事情放在心上，还是说你就是在故意欺负启明，拿这些垃圾来打发人？陈宇，你身家这么厚，见面礼就准备了这些呀？别说配不上小宝的身份，你说这要是传出去，那让人家以为我们舍不得给孩子花钱呢。这些见面礼已经够贵重了，就那一个长命锁都够普通人奋斗几辈子了。胡说什么呢？小宝是我和启明试管生的高质量宝宝，他的身上是周家的优质基因，这些垃圾东西怎么配得上我们家小宝啊？你让我妈妈不开心，你就别想领养我。宋安强，你还真把我当舔狗冤大头了，真以为我会接受你跟别的男人生的孩子？这些东西是我给我亲生孩子的见面礼。啊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跟孩子10年未见，见面礼确实要拿出诚意了。那你说说，什么样的见面礼才够格？首先把你名下那套带私人花园的独栋别墅写到小宝名下，其次你再给小宝买一辆劳斯莱斯影魅，让司机天天接送小宝上下学。这最重要的是把陈氏集团10%的股份全划分到我们小宝的名下。10%的股份，陈氏刚上市，10%的股份就价值500个亿啊！陈总有钱又怎样？3代单传，他现在自己又不能生，以后老了连个继承家业给他上坟的人都没有，该给的还是要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马上去安排一下。是陈总。哎呀，万晴，你以前总说陈宇离不开你，我都不相信，我今儿算是真是开眼了啊！为了你，他连我的孩子都能接受啊！启明，那是当然啦，我跟陈宇在一起10年，他向来都是对我有求必应的。况且小宝是我和你试管生的儿子，你跟我也是有血缘的，他自然会爱屋及乌，把小宝当自己亲儿子养的。妈妈，我要跑车，我要股份。陈总，安排好了。真是。看不懂，烦死了。妈妈，这个车是不是能跑得很快呀？是呀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咱们3辆车换着开。不是真给呀，那栋别墅可是市区的独栋呀，价值8000万，还有那跑车，那股权。哎呀，陈总还是太舍得了呀。陈总就算再喜欢苏婉晴，也不用让自己这么委屈吧？你懂什么？陈总那是怕断了后，陈氏集团是陈总一辈子的心血，总得找个人继承吧。陈哥，虽然你现在把见面礼的诚意都拿出来了，但是我这心里啊，确实不是那么有滋味。启明，你……婉晴，是这样，小宝呢毕竟是我亲生的，现在要过继给陈哥了，我这心里啊，还是空落了。哎呀，启明，你别担心，这小宝他这辈子只有你一个亲爸爸。陈宇呢，只是替你养小宝，给小宝铺路。以后啊，你要是想见小宝，随时都能见到。我要跟爸爸住在一起。小宝乖，你怎么能跟爸爸住一起呢？这样的话，你陈叔叔会介意的。他有什么资格介意啊？他陈家3代单传，为了我结扎又把身体熬坏了，按理来说应该断子绝孙。现在能领养小宝当继承人，那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他应该感谢咱们，还敢介意？啊，行了，房子你送一套也是送。这样，你把晨曦的那套带温泉的别墅也过户到启明名下，我呢135陪启明住，246再回来。还有，你每个月给启明的账户上打200万的零花钱，当个事儿办啊！对，我要加入你们。钻强，你脑子没进水！我凭什么替你养孩子，养小白脸？
我凭什么替你养孩子，养小白脸儿？陈宇，你是猪吗？你怎么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？人家启明帮你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，又过继给你当继承人，还帮你继承家产，明明是你捡了天大的便宜。以后你的养老送终可就全指望小宝了。你现在养着启明，给启明钱花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难不成你还想白捡一儿子？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陈总，只要不断了后，这点小钱就不要再计较了。是啊，都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陈总与其去外面领养，倒不如领养小宝，至少知根知底。婉晴，我知道陈宇一向不喜欢我，他要是不愿意就算了，只要小宝幸福就好。这怎么行呢？现在生不出孩子的是他陈宇，求着要让小宝给他当继承人的也是他陈宇。他现在替小宝养着你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才不要给他养老呢！就算今天认了亲，我也不会叫他爸爸。他就是个没人要的老男人。要不是我妈妈今天让我来，我才不想见他。陈宇，听见没？小宝现在已经生气了，他说他不接受你了。行了，你就从家里搬出去吧，省得惹我们小宝心烦。现在随的礼也已经到了，这场认亲宴你也就别参加了，你走吧。小宝看着你就烦。就是，赶紧滚吧，不想跟你待在一起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背着我跟周启明生了孩子，我不但要替你们养孩子，还要把我半生鲜血办成了公司要给他，然后被你们扫地出门了。不然呢？你没听见吗？小宝已经不接受你了，你现在站在这儿也是让他心烦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滚远点。我确实要办认亲宴，但要认的不是你跟周启明生的这个没教养的孩子。现在带着你孩子还有你的小白脸滚出这个宴会厅，别脏了我的地方。陈宇，疯了吗？你不认小宝认谁？你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废物，你居然用这种态度跟我讲话！我讨厌你，我再也不答应让你领养我，这辈子都没人要。哎，小宝，你怎么能这样说陈叔叔呢？陈哥，孩子还小呢，不懂事儿，你别跟他置气啊。不过你要是想认亲的话，就先给他服个软，跪下来给他骑个大马，哄哄他嘛啊！跪下来给我骑大马，骑够10分钟，我就勉强原谅你。要骑，找你亲爹周启明跪下来给你骑，我可没那个闲工夫，也不伺候你这种没教养的死小子。你敢骂我？你想干什么？给我下来！你干什么你？你敢动我儿子？我打死你这个坏男人！陈总，快按住伤口！那死小孩怎么回事？认亲不成还打人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！吵什么吵？我儿子杀他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他不识好歹，先拒绝小宝在先。再说了，我儿子年纪小，受了委屈动了手，有什么错呀？是啊，陈总，您无儿无女，既然要领养，就没必要跟孩子把关系搞得太僵嘛。小孩子好哄，陈总，不如你就陪他骑会儿马，说不定小孩一开心就跟你亲了。孩子还小，感情都是可以培养的嘛。小宝，你记好了，陈宇他生不出孩子，就是3代单传，他那么多钱，那么大的公司，他想要个继承人就全指望你了，他求你还来不及呢。我妈说了，你现在就只能靠我了，赶紧过来跪下给我骑大马。我骑开心了，就考虑让你领养我，不然你这辈子都没人给你养老。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别动我儿子！放开我！你动我儿子吗？你放开！小宝，打我儿子干嘛？既然你亲爹不教你怎么做人，你亲妈纵容你撒野，那我今天就教育教育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尊重。哎，陈宇，有话好好说嘛，你怎么能打孩子呢？是，我知道你怨我又恨我，但是你也不能拿孩子撒气呀。我再也不让你当我爸爸了。小宝乖啊，不哭。以后他就算跪下来求我们，我们也不认他做爸爸了。他们不要你，我们要。
诶，那不是当年火遍全球的影后沈若涵吗？10年前忽然官宣生子，愣是没找见孩子的父亲是谁。他儿子天天继承了他的表演天赋，去年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童星奖，才10岁啊，片酬都堪比一些一线男明星了。我的天哪，是顾云院士，他可是我们华国最年轻的科研院院士，他主导的量子通讯项目，那可是让我们华国在这个领域足足领先世界5年呀。只是他这种国宝级的大人物，怎么会来这种私人宴会？顾女士的女儿乐乐上个月刚拿了国际儿童奥数竞赛金牌，还跳级进了清北少年班。能生出这么有才的女儿，她的父亲基因肯定也是顶尖人了。爸，他们是谁啊？挡着我看车钥匙。谢明呢？哎，还有那可是收复了我们华国10大龙头企业的商业天才秦雨嫣。听说势力扩展到华尔街之后，秦总就一直隐退幕后，再没出现过。怎么今天突然来了？那不是秦总的儿子凯凯吗？去年跟着秦总去参加米国的金融会议，据说当场就签了好几个跨国项目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呀！这3位女神级的人物怎么会同时一起到场，还都带着孩子？陈总刚才说会认苏婉晴的孩子，难道这些孩子都跟陈总有关？什么？陈宇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今天是小宝的认亲宴，你把这些无关紧要的人叫来看什么热闹？赶紧让他们滚！婉晴，这陈宇也是一片好心，他知道小宝这身份金贵，所以特意找了这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来撑场子，不然怎么能跟小宝套近关系啊？华国院士是吧？正好，我们家小宝学习需要有人辅导，以后呢，你就是我家小宝的私人家庭教师。这样吧，每个月呢，我给你开3000块的工资。顾院士的女儿既然是天才少女的话，这不正好能给我们小宝当陪读吗？这古时候的富家少爷可都是要配备书读的。啊，至于你和你儿子，就负责小宝的安全吧。你呢，必须动用秦家所有资源，24小时贴身保护。我们家小宝要是少一根毫毛，我跟你没完。至于沈影后嘛，你也别闲着。今天在这认亲宴上面，咱们大家都高兴，就跳个舞，怎么样啊？他打我！你干什么？陈宇花钱是请你们来助兴的，你居然动手打人！你以为你会做生意了不起啊？我打他是因为他嘴脏，你如果再敢胡说八道，我不介意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你什么态度？陈宇花钱是让你们来取悦我家小宝的，你不仅目中无人，你还动手打启明！你现在必须跪下，立刻给启明道歉，不然这事没完！对，你们以后都得听我的，要是敢不听，我就让陈宇把你们赶出去。你呢，就给我反抓戒，扮赖皮狗，要是演得不好，就让陈宇封杀你。你呢，以后我的作业试卷都归你写，还要替我去学校上课，帮我考第1。你呀，就没想当个狗腿子吧？以后我让你去咬谁，你就得去咬谁。谁准你这么跟我妈妈和各位阿姨说话的？爸爸，他这么没教养，还敢侮辱妈妈和阿姨们，我可以替你教训他吗？什么？爸爸？等等，你叫他什么？你叫他爸爸？没错，他就是我爸爸。妈妈跟我说过，爸爸为了撑起家很辛苦，所以我一直努力学习，就是想成为厉害的人，替爸爸分忧。爸爸，我也要替你分忧。我现在片酬都涨到8位数一部戏啦，比好多叔叔阿姨都厉害。我以后赚的钱都给爸爸花。你怎么也喊他爸爸？你妈妈是沈若涵，是华国顶流的女明星，你怎么可能是陈宇这个废物的儿子？我妈妈10年前就想和爸爸见面了，只不过一直没找见合适的机会。幸好你不懂珍惜，要不然我哪有机会站在这里和爸爸相认。爸爸，我名下现在有7项国际专利，每项专利市场估值超过20亿，这些专利都可以转到爸爸名下送给爸爸。不过我有个小要求，爸爸，以后你能不能多出点时间陪陪我？你怎么也……阿姨，你不用这么惊讶，我和天天凯凯一样，
都是爸爸的孩子。什么意思啊？苏婉晴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我不是没有孩子，我的孩子比你这个没有教养的小宝强100倍。不可能，陈宇，你明明都已经结扎了，身体也熬坏了，你根本就生不出孩子，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出来3个孩子呢？陈宇，我知道我和婉晴有一段过往，让你一直耿耿于怀。可你怎么能请人来配合你演技，故意气婉晴呢？演戏？是啊，婉晴，沈若涵呢是当年红遍全球的影后，多少权贵跟在她屁股后面求娶，她都不肯答应。顾云则是华国国宝级的院士，就连国外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都想跟他合作联谊，他都拒绝。这秦雨涵就更不用说了，多少国内外的金融大佬想跟他处对象，他连眼皮都不肯抬一下。他们这眼光都太高了，他们就根本不可能看得上秦雨，更不用说为他生儿育女了。所以他们这些人一定是陈宇找他们来演戏，就是想给我和小宝一个下马威呗。陈宇，你可真有意思！你为了把启明逼到绝路，不惜花大价钱请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来陪你演这场戏，你还要脸吗？你自欺欺人的样子真像一个小丑。你说什么？抱歉，一时疏忽，让今天的任清燕闯进来几条疯狗。疯狗？你居然说我是疯狗！陈宇，这日子你还想不想过了？你差不多行了，你找人来胡闹毁了小宝的任清燕就已经够过分了，现在你又联合外人来演戏来气婉晴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我是婉晴的老公，我肯定舍不得这样对她。陈宇，我命令你现在马上把这些人都给我赶出去，否则你不但会失去我，还会失去领养小宝的机会。爸爸，以后我能不能经常跟爸爸见面？可以啊。爸爸，乐乐能帮你分析公司的技术难题，让乐乐来陪你吧。爸爸，我会保护好你和弟弟妹妹，以后你去哪我都跟着。陈宇，你今天晚上不如来我家吃饭吧，天天想多和你亲近，正好你们父子俩也能多聊聊。哎，不行，我们家佣人已经买好菜了，今天乐乐还等着你回家跟他吃顿饭呢。还是去我家吧，我们家空间大，够3个孩子玩耍，也不影响我们单独说话。陈宇，你真是个渣男呀！找他们来演戏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又跟他们不清不楚，眉来眼去，我真是要替婉晴好好教训去，没良心的东西！我，启明，想动他，先问过我。你寻衅滋事，故意伤害他人，明早我的律师会找你，你等着承担这些法律责任吧。陈宇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你现在立马过来给启明道歉，不然今天这事儿没完。这个是您让我帮忙你的离婚协议，条款都按照你说的，他净身出户。苏婉晴，我们离婚吧。陈宇，你又想用这种方式逼我认错是吗？我告诉你没门儿！就算你把协议撕了，该走的流程我也会走到底。我们走，这里晦气。你非要用这种方式跟我闹脾气是不是？行，你别后悔。陈宇他就是个混蛋，毁了小宝的任清燕不说，还想拿离婚威胁我。他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低头吗？简直做梦！好了，婉晴，你别气坏身子了。这陈宇故意找人演戏，给小宝添堵，让他有危机感，那不就是想跟我划清界限吗？大不了我走，我走就是。给我坐下！哎，启明，你走什么呀？要走也是陈宇他走。陈宇他就是个结了扎的废人，你愿意把小宝过户给他，那是看得起他，他居然还想算计你！我这次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原谅他了。他要是不跪下来给你道歉，这事儿没完。对，跟他没完。爸爸，我才不要跟你分开呢，我这辈子最爱你了。小宝乖，爸爸知道你懂事，但只要你没信，就算爸爸受点委屈也没什么。他算什么东西，还敢让你受委屈？你就看着吧，等着陈宇想通了，还是得求着咱们让小宝当继承人。
婉晴啊，我刚才路过海城财产公证处，看见陈宇进去了，他身边跟着好几个律师，还抱了一大摞文件呢。陈宇好像要立遗嘱，还要转移公司的继承权。什么？婉晴，怎么了呀？是李姐，她说陈宇带着文件和律师去了财产公证处。财产公证处？还不明白呀？这陈宇肯定是觉得自己在宴会厅上耍那些小把戏太过头了，怕真惹到我和小宝了，最后连个继承人都捞不着，这就上赶着去过户继承权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陈宇要把小宝立为继承人了？宴会厅上的3个孩子一看就不是陈宇的种，他一个结了扎的废人，怎么可能生出那么伶俐的孩子？就是为了给他撑面子，维护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，特意请来的演员罢了。哎呀，这陈宇也太糊涂了！就算他想独占小宝，怎么能用这种方法让小宝产生危机感跟我疏远？个大男人心里装的全是下三滥的招数，真是恶心。他以为这样就能让小宝跟你疏远吗？只是做梦。就是，我只认爸爸一个人。我们小宝真乖，小宝今天受了委屈，妈妈决定好好补偿补偿你，安抚一下你幼小破碎的心灵，好不好？是什么补偿呀？妈妈决定带你去购物，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，妈妈全都给你买。陈总，亲子鉴定结果还有2个小时出，只要结果显示3个孩子和您建立亲属关系，拿上继承权过户文件，我们就能立刻进行公证。等结果出来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这是最后一步法律认证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您放心，所有的流程我们都反复检验过，确保合法合规。妈妈，以后我真的能经常见到爸爸吗？是呀，等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天天也是有爸爸的孩子啦。那我一定要好好挑一份礼物送给爸爸。妈妈，我也想给爸爸买礼物。好，你就用你刚赚的1个亿的专利费买。那我来替弟弟妹妹买单。婉晴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呀？陈宇他今天已经跟你提离婚了，你现在带小宝出来花钱买这么多东西，他会不会跟你生气呀？生气？他敢吗？你没看他今天已经去了财产公证处过户继承权了吗？明摆的就是想通了，他怕失去小宝这个唯一的继承人。你就看着吧，咱们今天所有的花销啊，到最后他都得屁颠儿屁颠儿的过来买单，他有的选吗？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家长不管的吗？这只手镯可是意大利手工定制的，售价88万。小宝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万一把手划伤了怎么办？先生，您家的孩子损坏了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您非但不批评教育，怎么还……不就是88万吗？你去叫陈宇去，反正都是他买的。好，我的儿子就是有个性。小宝，你喜欢什么咱们就买，不喜欢什么就给我砸。反正今天所有的账单都算在陈宇头上。你去把那边的首饰、鞋子、衣服、包包都给我包起来，还有那边的高级定制款童装，每一样都给我来一套。小宝，你还有什么喜欢的、想买的、想砸的，妈妈都支持你。这块表和妈妈的是情侣款，我要送给爸爸。哼，给我！原来是你们3个冒牌货，给我妹妹道歉！我不。谁欺负我们家小宝啊？怎么是你们3个？哎呀，婉晴，他们配合陈宇演了一出戏，自然是捞到了不少好处，肯定要来这儿挥霍一番喽。乐乐，刚才怎么回事？妈妈，他推我！苏小姐，我要求你儿子立刻给我女儿道歉。道什么歉呀？你在我家小宝的认亲宴上闹事儿，我还没追究你们责任呢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家小宝可是未来陈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到时候他一句话，分分钟封杀你们。好了，婉晴，小孩子之间闹着玩，咱们大人跟着瞎掺和什么呀？闹着玩？我女儿都受伤了，是闹着玩吗？他
不就蹭破点皮吗？你女儿也不是什么金贵的种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你们做大人的应该教小孩懂礼貌，怎么能随便抢别人东西，毁坏商品呢？嘿，我就是这么教育儿子的。他是我的儿子，只要是他喜欢，他想打就打，想砸就砸，反正他出身高贵，还是陈氏集团的继承人，这在古代就是太子，懂吗？你们就是啊。妈妈，爸爸不是说我们3个才是他的继承人吗？说什么？这孩子还真是入戏太深呀，到现在都以为自己是陈宇的孩子呢啊！真是可惜，估计他这一辈子就像他妈一样，一辈子都是个戏子，哪像我们家小宝啊，从一出生就是能接管陈氏集团的人中龙凤。妈妈，那个阿姨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们3个没有爹的野孩子，哪像我们家小宝啊，从一出生就有2个爸爸，一个负责爱他和爱我，另一个负责给他赚钱铺路。你跟孩子胡说什么？我有没有胡说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怎么着？你演戏也就算了，还真想假戏真做缠上陈宇啊？也不看他自己配不配。陈宇对婉晴是一片真心，现在都跑到公证处，准备把继承权过户给小宝。你觉得他能看上你们几个吗？那当然了，我跟陈宇10年的感情，他不能生育，我去外面给他借了个种，为他陈家延续香火，让他当爹。这种大恩，除了我，有哪个女人能给得了？小宝，你记住了，以你现在的身份，你喜欢什么就去抢，不喜欢什么就让他滚。反正以后出了事儿，有陈宇给你兜底，没人敢找你麻烦。你干什么？掀别人裙子，这就是耍流氓！作为妈妈就这么视而不见，放纵他？耍流氓？我儿子才10岁，他懂什么叫耍流氓吗？他不就摸了一下你裙子吗？你激动什么？你们现在不对他好好管教，等以后长大做了更出格的事儿，哭都来不及。我呸！你咒谁呢？我看你拍戏的时候搔首弄姿的，不就是想让别人看吗？我儿子摸了一下你，我还嫌脏他的手呢。哎呀，算了，婉晴，跟这种人废话什么呢？别耽误咱们家小宝买东西了啊！还来，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个坏女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爸爸妈妈都没有这样对过我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给我住口！爸爸，别瞎叫！那就是我爸爸。哎，婉晴，你别急嘛，你没看陈哥已经把继承权的过户文件带来了？想通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周小宝他欺负妹妹，还说我们都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。爸爸，我没事，你不要担心。你给我女儿道歉！陈宇，你跟小雨吼什么呀？他是你亲儿子。那是他周启明的种，你少跟我胡扯！马上给我女儿道歉！你少在这演戏了，真有意思。我就问你一句，道不道歉？哎，陈哥，有话好好说嘛，都是一家人。滚开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陈宇，谁允许你这样跟启明说话了？你应该感谢启明，让你有当爹的资格。不许你这么跟我爸爸说话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老玩货，你们都是老玩货，我打死你们！干什么？你看咱们家小宝多有眼光，砸的都是名牌货，以后啊肯定是管大钱的料。那是，小宝随我，天生有财运。住手！你要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。报警？我们这是父子打闹，天伦之乐，你管什么闲事儿啊？周小宝他根本就不是陈宇的孩子，你有什么理由在这说话？那陈哥不能生，我和婉清给他留个后，他自己都没说什么呢，你一个外人在这瞎叫唤什么呀？我看呢，有些人就是嫉妒我们家小宝能当上陈氏集团的太子爷。沈小姐，我觉得你有点多管闲事了。这陈哥现在可是身家1000亿的老板，刚才小宝砸的那些东西，连他身家的1/1000都不到，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？就这么说吧，我们家小宝要是把整家店都砸了，陈宇也会给他重新开一家的。小宝，
你现在可是陈氏集团的太子爷了，你要学会树立威望。像刚才那种身份低贱的货色，你根本不用对他们客气。他们要是敢对你不敬，就好好教训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你厉害。到底是谁跟你们说不要立这个臭小鬼为继承人了？这还用说吗？你不立小宝为继承人，难道要立这3个来路不明的野孩子当继承人吗？哎，姐，下次这么蠢的问题呢，咱们就不用回答了。虽然你们3个呢出身是不好，但是现在还有机会到叔叔家来伺候小宝，说不定呢，等小宝以后长大了，还可以给你们安排在公司的工作哦。说的也是啊，这古代的大户人家家里不都有养家奴吗？我看你这个女儿长得不错，过来给我们家小宝当童养媳吧。来，过来，给小宝牵牵手。妈妈，我不要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个死孩子，给脸不要脸了！我们家小宝是未来的集团继承人，以后有成千上万的富家千金跟他联姻，给你机会你还不中用了？够了，坐下。我不知道你从哪听来的风言风语，但我今天告诉你，我的继承人只有天天、乐乐还有凯凯。陈宇，真有意思，我已经知道你去财产公证处把继承权给小宝了，你还在嘴硬什么呀？是啊，陈哥。那小宝好歹是晚亲生的，身上有他1半的血液，怎么说也算是你的亲人吧。我知道你现在不肯低头认错是因为好面子，但咱们也得适可而止吧，不然总不能寒了小宝的心吧。爸爸，你有我们3个就够了。凯凯说的对，爸爸有你们就够了。陈宇，你在这跟一帮孩子演戏，有意思吗你？你说是不是这几个孩子讹上陈哥了？毕竟呢，就算分不到小宝的家产，顶着陈氏集团继承人的名头，也能得到不少的关注度和流量呢。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一直缠着我们家小宝，原来是想博取我们家小宝的流量啊！跟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走。慢着，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又要干什么？我们家小宝是未来的继承人，你们几个冒牌货，一口一个陈宇的孩子，简直是在玷污我们家小宝的名声。今天你们要是不给我们家小宝道歉，今天谁都别想走。陈宇，你给个准信儿，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几个？他们几个冒牌货招摇过市，你就没想过万一玷污了小宝的名声，玷污了陈氏集团的名声该怎么办吗？是啊，所以呀，你尽快给我把他们几个处理掉，否则我是坚决不会让你领养小宝的。以后啊，也没有人给你养老送终了。爸爸，你不要我和哥哥妹妹了吗？傻孩子，爸爸怎么可能会不要你们呢？陈宇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让周小宝这个冒牌货继续顶着我继承人的名义，到处仗势欺人，确实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晚点我会让公司法院给你发律师函。你要给我小宝发律师函，你就不怕小宝不认你吗？他又不是我的孩子，认不认关我屁事。陈哥，你别闹了，你不是刚才已经把小宝立为继承人了吗？这事到如今了，就没必要再把关系弄僵了吧？啊！你们看清楚了，我有我自己的孩子。怎么可能？你一个不能生育的废物，哪里来的3个亲生的孩子？不可能！你在外面一副好男人的样子，没想到背着我跟这几个狐狸精把孩子都生了，还是3个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这些年我对你什么样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说怕生孩子疼，我二话不说去结扎；你说你不想工作，我养了你10年；你闯祸，我给你兜底。哪怕我知道你是无理取闹，我也会低头包容你。可我最后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你背着我跟周启明生了孩子，还想让我替你们接盘，甚至想让我把我的心血拱手相让。我也问问你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娶了我不就是应该顺着我宠着我吗？你这点都做不到，你娶什么老婆？再说了，我和启明只是试管生孩子，我们之间清清白白，你把嘴巴放干净点。是啊，陈宇，你不能生，总不能让陈家断后吧？婉清这是在帮你，你应该为自己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而感到庆幸呀。这种女人啊，我可无福消受，还是让她跟你过。陈宇，陈宇，你疯了！我可是你老婆。陈宇，事到如今你就别闹了。
我不闹，咱们大家都是男人，你的心思我不清楚吗？10年前你为了婉清你都结扎了，医生说你这辈子都不能生育了呀。现在凭空冒出来3个孩子，都说是你的，谁信呀？知道这是你为了拿捏婉清，为了拿捏小宝而编造出来的假的亲子报告，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呀，这些我都懂。但是陈宇，你这样真的很没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陈宇，你不就是想让小宝和启明断绝关系，好认你一个爸爸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生不出孩子的废人。你就算有再多钱，你这辈子无儿无女，你照样是个废人。陈宇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婉清嫁给你1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这么对她，你良心过得去吗你？陈宇，我劝你现在就给我和小宝低头认错，再把那份假报告撕了，然后把继承权转移给小宝，否则我就跟你离婚，我让你人财两空，我让你这辈子都没有人给你养老送终。你不是要离婚吗？签字吧，签字吧。陈宇，你别装了行吗？那谁不知道你就是舍不得婉清呢？10年前你能为了她结扎，那现在又怎么犯得着离婚呢？我知道你就是嫌我和小宝还有婉清走得太近了，你想争口气啊，所以拿离婚吓唬她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这样会适得其反的。女人嘛，你越是跟她硬来，她就越犟。那到时候真离婚了，你后悔都来不及呢。启明，还是你懂我。根本不像陈宇那个蠢货直男，他根本就不懂我们女人心里想要什么，在想什么。我这辈子真是瞎了眼，我嫁给他这样的废物。你现在反悔也来得及啊，反正你跟你的小白连孩子都生出来了，一家子好好过呗，在我这演什么戏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跟启明清清白白，你少往我们身上泼脏水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吃醋，你就是嫉妒启明比你更懂我，比你更爱我。孩子都生出来了，进没进去有区别吗？你好，今天这字我就签了，你别后悔。字我签了，你听好了，之后你要是想再复婚，再把小宝拿回去当你的继承人，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一个连基本教养都没有的熊孩子，谁爱养谁养。我的3个亲生孩子，哪个不比他强？你说什么？行了，婉清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这陈宇明显就是激你生气呢。那如果他要是真想离婚的话，犯不着费这么大劲找人演戏，还弄一假的亲子报告鉴定，是不是？好啊，陈宇，你费尽心思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就是为了拿捏我和小宝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小宝是我和启明的心头肉，你用这种方式逼他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小宝进陈家的门的。既然字都签了，多说无益。依安，我记得这是你子公司旗下的电脑，今天他们3个在这打砸损坏的赔偿，该怎么算就怎么算，不用顾忌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女士，您儿子的刚才砸坏的限量款奢侈品古董摆件，还有被损坏的展柜，总计3000万。请问您是刷卡还是支票？多少？3000万。陈哥，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我之前在认亲宴上对您提的一些要求，可能让您怀恨在心了。但其实只要小宝幸福，我把他白送给您当儿子都可以啊，我可以跟他断绝关系啊，而且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他再见面了。求您别为难我们了，好不好？陈宇，你就是跟这个女人一唱一和，把启明逼到绝境，好让小宝去给你当继承人。我告诉你，你这种手段太无耻了。麻烦你搞清楚，是你们自己纵容这个坏种作恶。现在反倒成我逼你了，苏万强，你脑子没进水吗？我们走。陈宇，你才是坏种，你这个不能说的废物，我讨厌你，我要打死你！小宝，我的儿子！血，好多血呀！快叫救护车！陈宇他就是个扫把星，要不是他突然躲开，小宝能撞到货架，伤到脑袋吗？都怪我婉清，
要不是我舍不得跟小宝分开，还非要提什么住在一起的要求，就不会惹到陈宇了。那小宝就不会躺在里面了。启明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是陈宇他贪得无厌，他明明知道自己生不了，想要领养小宝，却又不拿出点诚意替小宝赡养你啊！其实陈宇他真的不用特意弄一个假的亲子鉴定，还串通什么秦语言设局为难咱们。他只要想要小宝，我可以立马跟小宝断绝关系，我把孩子让给他。哎，启明，别说这种话，小宝是咱们2个生的高质量宝宝，不能让他白捡了便宜呀。可是小宝现在就躺在里面嘛。婉清，要不咱们还是向陈宇低个头认罪吧？低头？我跟他结婚10年，我从来没有低过头。就算我这次低头认错了，我小宝以后进入陈家，腰杆能挺得起来吗？我的儿子可是要当继承人的，必须得有底气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孩子颅内出血，情况很不好，需要立刻转入 ICU 观察。另外，手术费和住院费需要100万，你们先去缴费处办理手续，以后的费用可能会更高。100万，这么贵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快，缴费。银行卡状态异常，无法交易。不好意思，您的卡用不了。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您的卡用不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是陈宇给我的副卡，额度一直都是够的。这是日的。不好意思，还是用不了。你们机器坏了吧？电话交费，请输密码。支付成功。婉清，他这次是真的动怒了呀！他这是铁了心要逼你和小宝低头啊！这连你的卡都给停了，凭什么停我的卡呀？我是他老婆，他赚的1半的钱都是我的。怎么回事？你们还没缴费？病人颅内情况现在严重恶化，必须立刻请华国第一外科诊所前来会诊操刀。对方的出诊费和后期的治疗费至少还需要300万。什么？300万？你们抓紧准备筹钱吧，再拖下去，孩子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，一辈子都醒不过来。不是，婉清，婉清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真拿不出这么多钱了。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？陈宇，你个卑鄙小人，你居然停我的卡，你是想害死我儿子是不是？医院是个清静的地方，要发疯滚出去吧！陈宇，你个卑鄙小人，停我的卡不就是为了让我求你吗？你好拿捏我和小宝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陈哥，那要是小宝出了事，你后继无人，那咱们就得不偿失了。首先，我和苏婉晴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从法律上讲，我和她再无关系。我停了给前妻的副卡，没问题吧？其次，周小宝自己撞伤了脑袋，与我无关，我凭什么要帮他缴医药费？陈宇，你可想好了，我的小宝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以后给你养老的人都没有，你哭都没地方哭。婉晴，别这么说，那陈哥他也是在气头上嘛啊！有没有人给我养老送终，就不用你们操心了。哼，陈宇，你可真有意思，你找了一帮人在认亲宴上演戏，又弄了份假的鉴定报告，你真以为自己能当爹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愿意给那3个孩子当爹，人家亲妈看得上你吗？谁不知道你结扎，废物一个。我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。还有，天天乐乐和凯凯都是我的亲生孩子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陈宇，你可笑死我了！我承认那3个小屁孩确实很优秀，但是你也不看你自己什么样，就算你没结扎，你生得出来这么好的种吗？
毕竟像我们启明这么高质量的男性，已经多见过。你不就是想拿那3个假孩子来给我们家小宝立下马威，让他有危机感吗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像我们家小宝这么聪明的孩子，只会跟真心对他好的人亲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爱去感化他，去让他接受你。说的对呀，陈哥，那孩子嘛，哪懂什么弯弯绕绕呀？那你对他好，他肯定也对你好啊。那你闹够了，你迟早会求我把小宝抱起来。我现在劝你，赶紧去给我们小宝交医药费。要是我的小宝有什么3长2短，你这辈子都没有继承人了。陈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回来！婉晴，算了，那咱们当务之急是救小宝呀。医生不都说了吗？他情况越来越不好了，那再拖下去的话，还行，就是钱嘛。我现在就回去，把陈宇的那套豪宅，还有他车库里的豪车，还有他那些古董，全给他卖了，全部拿给小宝治病。哇，你还别说啊，这陈宇这么多套房产，每一套都这么气派啊！我去，这么多古董藏品呀！哎呀，陈宇他就是喜欢这些俗物，不像启明你呀，这么注重文化和内涵。啊，对了，那个青花鸡缸杯，据说赝品都能卖到300万呢。陈宇当年为了抢这个真品，整整花了3个小时排队呢，真是有病。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呀？那当然了。哦，还有那副书法，拍卖行据说估价800多万呢。还有那紫檀木盒子里的玉佩，据说是什么清朝皇室的东西。那这陈宇这么有钱，都不肯拿出一点来救小宝呀？哎，要是我有这么多古董藏品就好了。那这样小宝就不用再继续受罪了。哎呀，启明，你别这么说呀！陈宇他再有钱，他连孩子都生不出来，他算什么男人？这些东西啊，你要喜欢什么随便拿，反正啊，这里东西本来就该有你的一份啊。这不好吧？陈宇他会生气的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呢已经叫了中介来看房了，你放心，这房子呀地段好，能卖5000多万呢。到时候给小宝交完医药费，再给你买辆迈巴赫。那我随便选啊。走！两位，请立刻离开，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。瞎了你们的狗眼了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这栋的别墅的女主人，我是陈宇的老婆。就你们几个看大门的，也配赶我走啊？女士，不管你是谁，请立刻离开，这是业主的私人领地，未得允许，不得入内。看见没？又是我进自己家，需要获得谁允许啊？识相你赶紧滚！实在的碍眼。婉晴，要不咱们还是走吧？走什么？一个臭保安，一个月几千块钱工资，还敢对我指手画脚了？你们看到我这身衣服没？够你们干1年的！识相的赶紧都给我滚，要不然我让陈宇把你们都开除了。陈先生已经通知物业，这栋别墅只有他一个户，任何未经允许进入别墅的人都视为非法入侵，必要时可以直接报警。你放屁！就算我离婚了，这房子也有我的一半。他陈宇凭什么把我从户主上赶出去啊？婉晴，那陈宇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让你服个软嘛，那咱们就不如顺着他这样。不可能，我跟陈宇结婚10年，向来都是他顺着我，我说1，他从来不敢说2的，我才不会像他你。可能这次是因为太介意我的存在了。启明，你放心。如果陈宇他不接受你，我和小宝也不会接受他的。我现在就把东西搬走，等陈宇回来发现家里没了我的东西，他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。啊，说的倒也是啊，现在电视剧不都这么演吗？这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
追妻火葬场。要是你真搬走了呀，陈宇他肯定会崩溃的。没错，就算陈宇他抱着999种玫瑰来求我，要给我摘天上的星星，我也得先晾他10天半个月的，让他以后还敢这么作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们这才闹离婚没多久，他就派律师来给我送复婚文件了。你好，苏女士，我是陈先生委托的律师。行了，你不用给我绕弯子了。这复婚协议呢，我大概都猜得到，无非就是他认错求我的原谅，这些都好说。但是呢，我还要补充几点：第一，陈氏公司的所有股份全都写到小宝名下；第二，陈东的黄金地皮也得写到启明的名下；这第三，往我的私人账户打上1个亿，作为我的安全感基金，不允许干涉我乱花。毕竟现在经历了这种事情，我很没有安全感。行了，就先这些吧。你回去跟陈宇说，事情办妥了再来找我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哦，对了，把我的卡解开，小宝还给他手续费呢。你先看看这份文件吧。陈先生让我通知您，房子里属于您的个人物品，请于今晚24点之前全部搬走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您和陈先生已经离婚，根据离婚协议，您属于自愿净身出户，婚内由陈先生个人财产购置的房产、车辆均需归还，请您配合。竟敢这样对我！行，搬就搬，你们这破地方我也不想待了。我请。让开！我自己东西我自己会收拾。抱歉，苏女士，这些物品均为陈先生出资购买，按协议属于回收范围。什么？你们太过分了！陈宇送给我东西，他凭什么要收回去啊？我看你们是想私自昧下来吧？稍后有人会来清点回收，否则款项将归入陈先生个人名下。回收？他要拿去2手贱卖，也不肯留给我，他疯了吧？哎呀，婉晴，行。不要就不要，这些破烂只要我喜欢，启明也会买给我。你们回去告诉陈宇，他今天把这些破烂拿回去，明天就算他捧着金山银山来求我，我和小宝也不会原谅他的。启明，我们走。苏女士，你名下还登记有5辆豪车，包括门外停的那辆限量款跑车，均为陈先生婚内赠与，现已按协议回收，请您交出钥匙，由我们暂为保管。他连车都要收，他抽风了吧？婉晴，这陈宇也太绝情了。那你们夫妻就算离婚了，那不至于连辆车都不给你留吧？我看他这次是要跟你来真的呀。陈宇，我等着，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谁呀？你好，是苏女士吗？病人情况非常危急，你们赶紧来医院一趟。啊！把你的那个卡给我。婉晴，我们家自从破产之后就只剩1点积蓄了，就只有200万。我知道，这钱呢，就算是你垫付的。等我跟陈宇把这些事情处理完了，我让他按最高利率还给你。婉晴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跟你算这些呢？啊，是小宝不是陈宇亲生的，但是我心里我已经把陈宇当做他的爸爸了呀。那我现在就是掏钱给我陈哥的儿子治病，这不是举手之劳吗？啊，是我知道陈宇现在对我是有点误会啊。那我觉得等他以后想通了想明白了，他就会知道我不是来破坏你们家的，我就是来加入你们家的呀。启明，你真是太有格局了，哪像那个陈宇，小气巴拉的，都到这种节骨眼上了，还在跟我耍小脾气，一点都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。启明，有你真好。让你俩去要个账，还把人给我干医院了。哥，知道这有些人就钱字。行了，以后悠着点。咱可是文明人啊！哎，哥，那不是经常问咱们借钱去赌博那小子，上个月借了500万，还没还，奸夫淫妇，总有孩子在这作恶。现在你女儿的手都差点毁了，他们倒好，在这里勾三搭四。
走。好呀，你俩有钱给那个死小鬼交医药费，没钱赔我那3000万是吧？你们还真的一点代价都不想付出。龙哥，有话好好说嘛。那是小宝的医药费，你不能拿。今儿我还拿定了，告诉你，这点钱还不够赔我女儿的精神损失费啊！1周，我给你们1周时间，除了这3000万，给我再拿500万出来赔我女儿手伤，要不然我就剁了你们2个的手，给我女儿赔罪。不行，那可是小宝的医药费，你不能拿。我儿子可是陈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，也是陈宇的亲儿子，耽搁了我小宝的治疗，你担得起吗？我担得起。一个勾引人妻、混吃等死的小白脸，一个拿自己老公钱去养姘头，还生下杂种的白眼狼。你们2个玩意儿生的孽种，你问我能担待得起？我女儿那是救死扶伤的医生，她的手能救千万人的性命，被你们2个生的孽种搞得她的手差点残废，你们还来问我能不能担待得起？小宝他不就是年纪小点吗？现在爱闹腾不是很正常吗？他又不是故意的。龙哥，您说您这3番5次来找我们，是不是有什么人指使您啊？一定是陈宇，那个废物，他不就是想让李龙来威胁我，让我走投无路，好让我去求他吗？李龙，这个陈宇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能让你这种大人物出面帮他来为难我？我就是一个女人，你们一帮男人欺负我一个女人，你们算什么男人啊？我打的就是你这种女人！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是吗？1周以后我见不到钱，我一定剁了你们的手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李龙说话算不算数。走。婉晴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呀？钱都被李龙抢走了，小宝还等着我们交钱做手术呢。陈宇，都怪他！要不是他让李龙来捣乱，我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。婉晴，万一是我们误会陈哥了呢？误会？他先是停了我的卡，又拿走了我的房子和车子，断我的后路，现在又派李龙在这种节骨眼上抢了小宝的救命钱。他分明是在逼我跟他低头认错。你说这陈哥也是真够糊涂的，他自己要面子不肯低头认错就算了，他怎么能拿小宝的安危来逼你呢？启明，现在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已经不多了，大部分男人只会想着白嫖。陈宇不就是吗？什么都不想付出，就连跟我离婚也要斤斤计较，真是下头。万强，都怪我。怪我，陈宇肯定是看到我跟你还有小宝的关系太好了，他怕小宝不认他，更怕我分走你的爱，所以才把我跟你和小宝的界限画得这么清。但是你不要多想，其实我只要远远看着你们，只要你们能幸福就够了。我受点委屈，没什么。启明，你别这么说，小宝是我们俩的孩子，他要想领养小宝，必须得先接受你。他越是逼我，我就越要跟你站在一起。我倒要看看，他是想要小宝这个继承人，还是想要跟我死磕到底？万晴，可是小宝现在的医药费只有陈哥能解决，那我们除了求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？求他？苏婉晴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求这个字，他有他的手段，我也有我的办法。万晴，这是什么地方呀？哼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茶楼，这里面坐的不是上市公司的老板，就是掌握一手资源的大佬，普通人连这门都进不来。万晴，连这种地方你都能找到呀？你这人脉也太广了吧！那当然了，前阵子呀，做地产的张总，搞金融的李总，天天喊我吃饭，说要拉我进他们合作的项目呢。我嫌他们事儿太多了，退了。还是你有本事，万晴。那有你在，小宝的医药费就不用找了。那我们进去吧。停一停啊！我给你们安排点事儿。王总是吗？我见过你，上次在酒会上你还给我递酒来着。这样，
你往我的私人账户呢打1000万，我急用啊。孙总，你是做房地产的吧？这样，你在西郊的度假山庄给我安排一套独栋别墅，最好是带私人游泳池的那种，我和启明要住进去。至于你，赵总，你门口那辆迈巴赫还不错，你要不给我开吧？启明喜欢兜风，凑合凑合让他当代步车，等我有车再还给你。行了，就这些，你们当个事儿办啊。下周3，天天要参加一个电影发布会。周4，乐乐呢有一个科技馆需要领奖。周5呢，我们凯凯还有一个金融培训课。这些你确定都要亲自参加吗？当然，我推掉了所有工作，就是为了好好陪几个孩子。之前他顶着陈太太的名头，确实嚣张。不过看在陈总的面子上，谁敢说他？不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可我听说陈总这次又是离婚，又是官宣找回3个儿子，不像闹着玩的。苏小姐稍等，我们打个电话先确认一下。你们快点啊，我的时间很宝贵的。婉强，没事儿，陈宇就算再跟我置气，也不会当着外人给我下面子的。陈总，打扰您了，有件事想跟您确认一下。是这样的，您前妻现在在我们这儿，说要借钱借车借房。老赵，我跟他已经离婚了，你看着处理就行。可是以前我包容他，那是因为我爱他，愿意惯着他的脾气。但现在从他触碰我底线的那一刻开始，他昨晚想在我这儿就一文不值了。明白明白，陈总，是我们多事了，您忙。来人，把这个疯婆子还有他身边的小白脸给我扔出去！以后再敢踏进上回茶楼，直接打断腿！混蛋！你敢动我的人，姓赵的，你有病吧？你之前在酒会上，在我后面屁颠屁颠的给我递酒，大气都不敢喘的。还有你，姓王的，你上次为了跟我吃顿饭，在我家楼下等了我3个小时。至于你，姓孙的，你每次见我都要主动买单，说要跟我交朋友。老娘现在愿意给你们脸了，主动开口让你们办点事儿，你就是这样对我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心思，你们对我这么殷勤，不就是喜欢我想追我吗？老娘现在离婚了，给你们点机会了，你们开始装模作样起来了。要我看，你们男人啊就是犯贱。你胡说八道什么你？苏婉香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我们以前对你恭敬啊，那是因为你是陈总的老婆，我们看的那是陈总的面子。现在你被陈总扫地出门，还有那个小白脸生了个野种，一个没人要的破鞋，谁他妈打你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跟他废什么话？赶紧拖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么做，你别后悔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妈的，回去！放开我！3个老东西真是混蛋！陈宇，一定是陈宇给这3个老东西打电话，要不然他们3个不敢这么对我。对，陈宇一向小心眼爱吃醋，他肯定能看出这赵总、李总对你也有意思呀，就怕你们在冷战期间你被他们这点小恩小惠给哄走，所以这才威胁他们不肯帮你。他这个混蛋！不过婉晴，从这一点上来看，他还是很怕失去你的。哼，他怕失去我，就应该赶紧来哄我。行，既然他这么对我，也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婉晴，还是你聪明啊！反正有这陈宇兜底，我怎么就没想到来借高利贷呢？不过这借100万，一个月利息可就得50万呀。没事儿，就这点利息，就当我是对陈宇的惩罚。他现在跟咱们僵着，不就是想让小宝跟你断亲，让小宝完完全全属于他吗？他要是知道咱们借了高利贷，肯定怕影响到小宝，到时候肯定会主动出来还钱的。你说这陈宇也真是的啊！你说他那么大一个老板，他怎么就不懂得化小爱为大爱呢？他要是能接纳我和小宝的话，你说咱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多好。行了，你别跟他这种废物计较了，他就这点格局。两位，钱已经给你转过去了。谢谢啊！走走走，快给小宝交医药费去。目前病人的生命体征暂时稳定，但颅内出血点还在渗血，
普通的开颅手术风险比较高，最好能请到华国第一外科圣手李教授主刀，他的操刀技术是国内最顶尖的，能把风险降到最低。小问题，这个李教授啊，我听过，这陈宇一个朋友的女儿，这么算起来还是熟人呢。熟人啊，那太好了。那要是你让陈宇开口请他的话，说不定连那几百万的出场费都免了。你等着吧，我这就给陈宇打电话。他要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就别想跟我复婚领养小宝了。哎，婉清，你看陈宇怎么来了？他手上还抱着这么大一束花呀！哎呀，这花看着就贵啊，估计得好几千块钱呢。又来，每次惹我生气，不是买包买花就是买钻石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这次来是找你道歉复婚的？肯定呀，我得好好给他立立规矩。陈宇，你给我站住！什么玩意儿？左请你。陈宇，你犯了这么多蠢事儿，你就买束花来哄我呀？你未免也太幼稚了。我想哄你。不是我说你，之前你哄我，又是买钻石又是买黄金的，你这次怎么就不开窍了呢？你要是真想跟我复婚，你只需要干2件事儿。第一件，把所有财产都转移到小宝名下；第二件，把那个李教授给我叫出来，给我们小宝做开颅手术。这2件事少一件事你没做，我都不会跟你复婚的。李教授，段家，你不是已经见过了，还用得着我特意去给你找？我见过，我上哪儿见过呀？前几天在商场被你儿子小宝逼得下跪，双手差点被废的那个女孩子，不仅是李龙的女儿，更是华国第一外科圣手李明月李教授。什么？段强，你教子无方，纵使孩子在商场撒野伤人，之后更是毫无歉意，害人终害己啊！小宝落到今天这步，全是你们俩一手造成的。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突然躲开，我们小宝会伤了脑袋吗？李明月那是他自己玻璃划伤了手，根本就不严重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。我危言耸听？难道不是吗？行了，我不跟你扯了，你现在赶紧去把李明月叫出来，给我的小宝做开颅手术，这是他当医生的本分。苏婉强，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错。哎，陈宇，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啊！现在这网上都说大男子主义的男人是最招人烦的，你说都这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能说笑婉清啊？多伤感情呀！而且这老婆是用来疼的呀，爱情里面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啊？再说了，救人本来就是医生的本职工作嘛。那李明月是受了点小伤，那让他出来给小宝做场手术，也不算难为他是吧？你说是不是？干什么你？放你娘的屁！我女儿的手现在连筷子都拿不了，你们不但不思悔改，还逼着她做手术，怎么是想手术失败了毁了她外科圣手的名号，还是让她的手彻底废掉？行，你们不会教儿子是吧？我替你们教！来人，给我打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给我住手！陈宇，你快让他住手！启明要是个3长两短，你就别想让小宝当继承人了。苏婉强，麻烦你搞清楚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的孩子、你的男人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不会管，也没有义务管。还有，这束花我是带来看望李教授的，跟你没关系。麻烦你以后不要自作多情，来打扰我的生活。峰哥，我们进去陪。启明，你起来，怎么样啊？你没事吧？疼。婉清，那看现在陈宇这个态度，肯定是不准备帮咱们了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保住小宝的命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病人还是没醒。
普通治疗效果有限。如果实在请不到李教授，建议你们转去金城医院，那边的专家团队或许有办法。只不过以孩子现在的情况，转院的话得包机。啊，包机？那得多少钱呀？我们最近为了稳住小宝的病情，已经花掉借来的几百万了。唉，你们先商量吧。婉晴，李龙那4000万赔偿还没着落呢，1周期限就剩3天了。婉晴，要不咱们再去求求陈宇吧？求他？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我给他打了20多个电话，发了50多条短信，他照样都不回我。我再也不会放下姿态去求他了。婉晴，我知道你委屈啊，可这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小宝啊。小宝要是转院晚了的话，那就来不及了。婉晴，你就再给他发条微信，就算我求你的，好不好？行。什么？你自己看看。腹通手术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陈宇他又能生了？男性结扎本来就可以腹通。陈宇这个混蛋，结婚的时候答应我不会去做腹通手术的，现在倒好，不仅偷偷做了，还跟那3个女人拍照发朋友圈炫耀，这什么意思呀？婉晴，你别往坏处想了。我觉得陈宇做这个手术，说不定是为了你呀。为了我？要是他只想独占小宝的话，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去做腹通手术吗？说白了，他心底里还有你，就是想跟你还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哎呀，你想呀，婉晴，陈宇跟你闹离婚，无非就是在赌气啊。现在他突然跑去做腹通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只要你回头，你们俩肯定还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。不可能，陈宇他就是个恶心的废物，让我给他生孩子没门儿。婉晴，我知道你还在生陈宇的气，但是现在小宝急需用钱转院呀，我们除了陈宇，真的没人能帮我们了。那我再给他发条微信。哎不，婉晴，你得亲自去找他，你告诉他，你愿意跟他生孩子。你说什么呢？没有真的让你替他生呀，婉晴，你就顺着他说几句软话嘛。只要你能哄着他，帮我们把小宝转院，把债还清，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婉晴，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小宝没救，看着我被高利贷逼死吗？行，我这就去找他。陈宇，天天最近总是说放学以后只有阿姨陪，太孤单了。他总念叨着想要个妹妹陪他玩。而且从社会学跟儿童心理学角度看，生二胎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分享意识。我们3个年纪差不多，试管技术又成熟，没有什么风险的。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我觉得陈总是个很靠谱的人，比外面那些花架子男人好多了。那个你们要是想生2胎啊，试管确实是个办法。你们还年轻，完全来得及。可是我只想生一个和你的孩子。你基因好，又有责任心，天天要是有个妹妹的话，肯定会很高兴的。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，我只是想给乐乐一个完整的家庭，像陈总这样的爸爸再合适不过。而且我查过，你的腹通手术很成功，恢复良好，1个月之后就能达到避孕标准，到时候我们3个可以。停一下，你们别开玩笑了，这事儿太荒唐了。我们彼此之间还不是很了解，怎么能……没开玩笑，你如果觉得累的话，我们3个可以轮流来，你不用操心太多的。其实你要是嫌试管麻烦的话，无试管也行的。不试管怎么生啊？陈总，10分钟后将会举行跨国线上会议，合作方已经在等着了。会议持续1个半小时，需要您现在准备介入。知道了，我马上。那你先忙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2胎的事儿你慢慢考虑，不着急。陈总，会议需要的资料已经发您邮箱了。好。陈总，您要是想要孩子的话，我也可以生。
他怎么来了？李秘书送他们下楼了，应该是没顾得上男人。你来干什么？我马上就要开会了，没时间理你，请你出去。苏万强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过来嘛。苏万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把衣服穿上。不识好歹的东西，这次为了启明，为了小宝，我暂且忍了你。阿宇，别生气了。哎呀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跟你发小脾气。咱们呀，找个时间去民政局复婚，好不好？苏万强，我再说一次，我现在要开会，请你把衣服穿上。我不嘛，我不走。我想通了，既然你已经复通了，那说明你还是想有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孩子的。我可以委屈自己，再给你生一个孩子。讨厌！你别以为我是因为钱才给你复婚、给你生孩子的，我这不都是因为爱你吗？程宇，要不怎么会为了你受生孩子的苦呢？苏万强，收起你这套把戏。你爱不爱我，你心里清楚。你想要什么，我更清楚。现在，马上滚出我办公室！你敢让我滚？你知不知道你老娘的姿色，在外面随便找个有钱人易如反掌。周启明追了我整整10年，不止一次跟我表白，说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，都被我拒绝了。我只是试管跟他生了儿子。陈宇，对你我那么忠诚，你居然这样对我！你的底线和廉耻，早就被你自己给丢干净了。陈宇，结婚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宠着我，什么都会顺着我吗？你现在居然敢吼我，居然敢叫我滚了！你渣男！我以前惯着你，宠着你，那是因为我爱你，愿意去包容你的任性。可你是怎么做的？你不但触碰我的底线，背叛婚姻，算计我的财产，你还让我养你和别的男人的孩子。一旦触碰我底线的女人，在我这里连狗屁都不是。现在立刻滚出我的办公室！陈宇，你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这都是你逼我的。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贝里啊！你干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不是陈总的前妻吗？怎么闹成这样了？对呀，陈宇他想跟我复婚，但是我没答应，他就恼羞成怒，想强迫我。你们看呢？这都是被他所赐。这什么情况？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可以不报警，只要你帮我还清高利贷，再送小宝去京城转院，这事就算了。要不然，你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传出这样的丑闻，恐怕公司的股价也会受影响。苏万强，你非要这样是吧？谁不知道你办公室里又没摄像头？我一个女人总不可能拿自己的亲来开玩笑。我要是真报警，就完了。那你有没有搞清楚，报假警、诬陷他人是什么后果？你吓唬谁呢？要不是你先对我动手动脚，我至于喊救命，把事闹这么大吗？抱歉各位，让大家见笑了。从刚才到现在，我一直在参加跨国线上会议，各位合作方都能作证。孙婉晴未经通报突然闯，我一色诱我被拒后，就开始对我进行诽谤。天哪，原来是这样，所以他脱衣服的过程被10几号人直播围观了，这也太丢人了吧！我就说吧，陈总干不出这种事。这苏婉晴也真是个奇葩，好好的婚姻自己作没了，跑来这儿色诱不成，却倒打一耙，真下贱。陈总难怪跟他前妻离婚，这女人脸皮真厚啊！陈宇，你刚才明明就在开视频会议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我说了呀，你一进来就开始脱衣服搔首弄姿，压根儿没听进去。你真卑鄙！来人，把他带走。
以后陈氏集团及所有子公司禁止他入内，再来闹事直接报警。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放开我，我是陈太太！放开我，信不信把你全炒了？好你个陈宇，你个王八蛋！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！你给我等着！谁呀？婉晴啊，好消息！我有个发小，最近刚刚回国做大生意。他听说了咱们的难处之后呢，愿意无偿借咱们一大笔钱渡过难关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不过呢，他说想跟你单独聊聊，就说借钱的事儿。婉晴啊，这样，我现在发定位给你，你待会儿打扮一下就赶紧过来啊，记得穿漂亮点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表哥，你放心好了，我都说好了，他等会儿肯定来。表哥，您看我在您这儿借钱这么多次了，哪次没按时给您还上？这次是实在出乎意料了。这苏婉晴跟她老公离婚了，人家把她卡给停了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所以才还不上。你自己在我这儿欠的债还没清，又让那小娘们在我这儿借了几百万，怎么是觉得老子好说话，不打算还钱了？哎，表哥，我怎么敢呀？表哥，您看，这小娘们可浪了，待会儿您完了她，您就放我一马。你小子打得好算盘，你俩连本带利在我这欠了2000万，老子就算把他玩了，也堵不上这个窟窿。表哥，您实在不行就把它卖到缅北去，搞直播呀，拍视频，那肯定能赚好多钱的。哦，对，您别看她生过孩子，她这身材呀可是真不错。等您把她玩腻了，等她没用了之后呢，就把她这什么肝呀、肾呀都一摘，把这器官一卖，那这不就回本？嚯，你小子心够黑呀！苏婉晴为了你背叛她老公，借高利贷供你花销，给你儿子治病，到头来你却打算把它拆了卖掉，有意思，有意思呀！彪哥，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，我也是被逼的呀，彪哥。那想当初我跟苏婉晴好，我就是为了攀上陈宇，谋点家产。那谁知道人家把陈宇给惹毛了，现在要跟他离婚，直接被净身出户了呀。那谁曾想钱也没拿到手，现在还反倒欠了一屁股债。那我不把他推出去，难道我还等着被您砍上手吗？彪哥，苏婉晴那娘们儿就到楼下了，正往包厢里走。该说不说，确实挺风骚的。嘿嘿，彪哥，您放心，到时候我给您搭把手，一定让您玩的好好的啊！去，把相机架好，高清模式，待会儿多拍几张，我给他好好热热身，让他长记性。以后啊，到了缅北，天天都是这种日子，让他提前适应一下。彪哥放心，保证拍得真真的。哎，对了，有没有给大哥说一声？我打电话。龙哥，之前因为苏婉晴的事儿，害得你女儿受了委屈，今天这顿饭我请，算是赔罪。赔什么罪？那都是苏婉晴跟那个小白脸的错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兄弟我呀，还是拎得清。再说，要不是你破费买了那些补品，明月的手呀也不会好的那么快。哎，倒是你呀，现在身边3个大美女天天围着，又是明星又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你到底是啥时候选定一个啊？孩子们可都等要爸爸。龙哥，咱们这儿有个老顾客突然间还不上钱了，打算把他女朋友交给咱们处置，品相不错，听说以前呀是个有钱人的老婆，保养的那叫一个热。我发照片给您过目。哎，好嘞。手底下这些人一天天的没点正事儿。所以这咋整？要不我给彪子去个电话，让他把人放了。
他欠的账也就一笔勾销了。毕竟跟了你10年，我知道你没那么狠心。算了，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龙哥，不用管他，给你吃饭。你小子够干脆啊！啊，爱的时候掏心掏肺，不爱的时候绝不拖泥带水。这一点，老哥我还得向你学习啊！龙哥，你先去报价，我去后厨安排一下。好。陈宇，哈，我懂了，你这是跟我玩欲擒故纵呢。什么欲擒故纵？刚才在公司，你明明就是想跟我互婚，但是又怕员工笑你，一本正经的把我赶走，现在又偷偷跟到这里来。你呀，就是想跟我生孩子，想跟我互婚，对不对？陈宇，你一个大男人心里怎么这么别扭啊？嘴上说着不要不要，现在又跟到这里来要跟我生孩子，真是有病。宋婉晴，又怎么啦？陈宇，你要是真想跟我生孩子，你就跪下来坦诚一点求求我，我说不定会答应的。我知道你借高利贷是为了小宝的医药费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这笔债我可以帮你还，但以后你要好好做人，别再跟周启明牵扯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你玩不过。陈宇，你可真有意思，你以为你帮我还了借的钱就可以逼我离开启明了？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行了，我就跟你坦白了，以前呢，我确实对启明是有一点意思的，但是我一直坚守底线，没有越界，只是试管跟他生了个孩子。但是经过这件事，我彻底看清了，你一遇到问题只会拿你那些权势压迫我，只会讲你那些大道理，不像启明，他会默默在我身边陪着我，还会帮我想办法。这就是差距。所以，我决定大胆接受启明的心意，以后我们一家3口好好的过日子，跟你再没有任何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在你们勾搭的这10年间，周启明瞒着你去借高利贷，花天酒地，现在为了不被高利贷追债，就把你给卖。你胡说，陈宇，你太恶心了！你为了让我离开启明，你居然编这种谎话来泼他脏水。周启明要是真的爱你，怎么会让你婚内出轨，替他生下一个见不得光的孩子，来谋夺我的家产？这10年来，又怎么会去借高利贷归还，最后让你们都懂？你胡说八道！启明找我拿钱，那是因为他家破产，他没钱。至于我借高利贷，那都是因为小宝的医药费。苏婉强，你不用拿这个事儿看不起启明，借高利贷也是我自愿的。我很清楚，启明他要是有钱，也不会让我和小宝受这种苦的。没钱，你们勾搭的10年间，他偷偷转移，在国外买了别墅豪车。如果不是因为又输光了这个钱，你以为他愿意这么跟你耗着？什么？离婚之后，因为要追回你名下所有的资产，我就顺藤摸瓜查了周启明的账户。我没有找你追回你养小白脸的钱，算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。胡说！启明怎么可能拿着我的钱在外面花天酒地？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你知道我要接受启明的心意，要过上新的生活，你就故意说这些谎话来恶心我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见启明的朋友，人家可是从国外回来的金融大佬，可以帮我搞定一切，还能帮小宝转院。他说你就真信吗？我信怎么了？他这么一个好男人为我着想，我为什么不能信他？苏婉强，我最后再提醒你一句，别再自信。你别管了，你已经离婚了，以后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，滚开！哟，苏小姐，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。启明，你脸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来见朋友吗？怎么弄成这
样啊？哦，没事儿，没什么。刚才我下楼梯嘛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不碍事。哦，婉晴，这位就是我的发小彪哥，你赶紧过去陪彪哥好好聊聊。哎，启明，我怎么觉得这些人不像你说的外国的金融大佬啊？他们到底能不能帮我们搞定高一代和小宝转院的事？哎呀，怎么不能呀，婉晴？这位是我从小长到大的朋友彪哥呀，我跟你说，他能耐可大着呢。这样，你赶紧过去，好好哄哄彪哥，这事儿肯定能成啊！快去啊！彪哥好，我是婉晴，以后啊，请多多关照。您要是能帮我把这些事都摆平了，再借我200万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些天光忙小宝的事儿了，根本没有时间好好血拼购物了。这以前和陈宇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可是从来不含糊我花钱的。彪哥，我敬你一杯。购物啊，可以啊。只要今天你陪好了我和兄弟们，别说是200万，就算是你要更多，哥哥都愿意帮你。就是，反正啊，到了缅北，你得学会伺候别人。今儿个就让哥几个好好教教你。缅北？不是，彪哥，您肯定是搞错了。这启明不是说您是来帮我们的吗？是啊，我当然是来帮你。启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的是陈宇说的那样？你他妈把我卖了！这我也没办法嘛。那陈宇人家都不肯管你了，你说我们俩欠这笔钱，谁能还清呀？那我不把你送给彪哥，那我还能怎么办嘛？再说了，小宝现在还躺在 ICU 里面等着钱用呢。你不是最疼小宝吗？这样，你今晚就好好伺候一下彪哥，他呢既能帮咱们免去这个债务，还能带你去缅北赚钱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到了缅北，你去直播上1个月呀，能赚上百万呢。周启明，到时候你知道缅北的直播都多什么？我对你这么好，我为了你，甚至跟程宇把婚都离了，你居然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你他妈还是人吗你？哎，不是。你好好说，谁他妈求着你对我好了？不是你自己犯贱主动送上来的吗？啊！要不是为了陈宇的家产，你以为我想跟你试管生孩子呀？要不是你蠢不肯低头，把陈宇惹毛了还不肯复婚，我会落到这种田地吗？所以，小宝也是你的筹码。你是不是从来没喜欢过我？喜欢啊！大姐，我拜托你稍微现实一点好不好？老子他妈爱的是钱，是陈家的家产。要不是为了钱，你觉得我会跟你这种愚蠢又虚荣的女人耗这么久？你不喜欢我，那你招惹我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为了你跟陈宇冷战了多少次？我几百万的转给你，我还给你生了孩子。你现在跟我说你不喜欢我，那我这10年算什么？算你下贱！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让你好好哄着陈宇，让他把小宝作为陈家的继承人去培养。那等他老了，我不就顺理成章的继承了陈家的家产吗？结果呢，大姐，我精心布局了10年呀！10年，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啊，就差这最后一步了！你在这跟我闹离婚啊，跟陈宇赌气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启明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没做什么，但是我们生了孩子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孩子呀！你现在跟我说孩子，我告诉你啊，能继承陈家家产的，他就叫孩子。现在继承不了了，他就是个没人要的野种。在我眼里啊，一点不值啊。野种。周启明，我他妈杀了你！
女子苏某因涉嫌故意伤人罪，致周某当场死亡，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据调查，两人育有一子，于昨日在医院抢救无效，当场死亡。陈宇，你怎么还没收场啊？孩子们都在车里等着呢，说好今天带孩子去海边度假的，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呀？别发呆了，再不走就赶不上预定好的亲子套房了。好，你们先去陪孩子们，我马上就来。纠缠10年的荒唐日终于结束了，往后的日子，我不会再为了不值的人消耗自己，我只想陪着孩子们和身边这些真心相待的人一起，好好过日子，开启新的人生。